我和唐三明明是一奶同胞的双胞胎兄弟，可当唐三觉醒出先天满魂力的双生武魂蓝银草和昊天锤时，我觉醒的武魂却是一把布满裂痕的破锤子，并且先天魂力还是0级，因此我被全村人嘲笑是个废物，就连父亲唐昊也将我无情抛弃。但殊不知我这废锤武魂其实是能足以吞噬诸天的混沌碎界锤，且还拥有着吞噬一切、掌控空间、诅咒万魂的能力。此刻圣魂村武魂觉醒仪式，我站在人群中，看着苏云涛揉着眉心，一脸疲惫。作为流浪在底层的执事，他并不指望这种穷乡僻壤能出天才。唐三，到你了。我看着唐三走上前，淡蓝色的光点汇聚，他手心钻出一株平平无奇的蓝银草，紧接着是魂力测试。当水晶球爆发出夺目光芒时，苏云涛瞳孔就缩。先天满魂力，可惜是个废武魂蓝银草。没人注意到唐三藏在左手里的那柄小锤。下一个唐爵，轮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站到光圈中心。作为穿越者，我等待这一天太久了。我感受着体内那股狂暴的能量在沸腾，仿佛要撕裂皮肉钻出来。我一股沉闷、压抑，甚至带着腐朽气息的波动散开。我伸出右手，黑光扭动，一柄锤子浮现，但那不是昊天锤应有的样子。它通体灰白，锤头布满狰狞裂痕，仿佛飞到堆里的残次品，甚至在微微震颤，随时都会崩解。苏云涛愣住了，随即失变异武魂。不，这根本就是个破损的死武魂。可惜他随手把水晶球递过来，我按住球体，一片死寂。水晶球没有半分反应，连一丝最微弱的光芒都没有。先天魂力0。苏云涛意兴阑珊的挥挥手。圣魂村今年出了个满魂力的废武魂，也算个奇闻。至于你唐爵，回去找你爹学打铁吧。武魂殿不收废物。唐三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优越感，语气却很温和。小爵，别难过，既然不能修炼，以后我会保护你的。爸爸那边我会去解释。我推开了他的手，那股在体内咆哮的能量并没因为水晶球的沉默而消失，反而顺着那柄碎锤的裂痕，悄然啃食着空气中游离的微弱魂力。我在心里冷笑，水晶球测不出我的等级，是因为那玩意儿承载不了混沌的重量。傍晚铁匠铺，廉价的劣质麦酒味充斥着狭窄的屋子。唐昊坐在破烂的木桌前，原本浑浊的眼神在看到唐三展示出双生武魂后，爆发出惊人的精芒。他死死抓住唐三的双肩，声音颤抖：好，蓝银草还有昊天锤，不愧是我唐昊的儿子。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站在阴影里的我。你的武魂拿出来！我一言祭出那柄布满裂纹、锈迹斑斑的碎锤。唐昊只看了一眼，眼底的嫌恶便毫不遮掩。他伸出手试图用魂力试探，却发现自己的魂力只要靠近，就会莫名其妙的消失。在他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生物，而是会吞噬魂力的厄运之物。先天魂力多少？0。我平静的回答。唐昊收回目光，再没看我一眼，转头对唐三说：小三，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我带你去诺丁城找个学员挂名。你要记住，另一只手的锤子永远不要露出来。那小爵呢？唐昊冷哼一声，低头继续喝那口劣质酒。他这辈子就在村子里打铁吧，先天0魂力，又是这种不祥的废锤，带出去只会是你的累赘。从今天起，你们两个走不同的路。深夜，我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听着隔壁屋子唐昊给唐三传授乱披风锤法的低语声。偏心，不，这叫止损。在唐昊眼里，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甚至可能拖累家族天台的儿子，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残渣。我闭上眼，沉入意识深处，那柄布满裂痕的废锤正悬浮在虚无之中。混沌碎界锤当前状态：残损，被动特性吞噬。白天测试时，我并不是没有魂力，而是碎锤在瞬间将水晶球内所有能量吞了的干净，快到没能让它发光。咔咔，碎锤上的裂痕发出一声脆响，翌日极其精纯的混沌气息反哺回我的经脉。我睁开眼，瞳孔深处闪过一抹灰芒，0级，那是凡人的计量标准。我翻身下床，背起装了几件旧衣服的破包。桌上，唐昊给唐三留了一袋碎银子，而留给我的只有一柄普通的铁锤和几个冷掉的黑满刀。我没有拿银子，也没有留恋这个所谓的家。我拿起那柄铁锤走出门，看了一眼诺丁城的方向。唐三、唐昊，希望下次见面，你们还能坚持那套天才与废物的理论。我转过身，一头扎进了圣魂村后的后山密林，那里有我变强的第一栋口粮。圣魂村后地丛林，在夜色下像是一只巨大的怪兽，张开满是树影的獠牙。我踩在腐烂的枯叶上，脚下发出细微的咔嚓声，怀里那几个黑馒头硬得像石头刻着胸口，那种冷意提醒着我，1个小时前，在那间充满了劣质麦酒味的屋子里，我被那个叫父亲的男人亲手剔除出了未来。他不让我去诺丁学院，甚至没留下一句解释。在他眼里，天赋等于价值，而我这个先天灵魂力的次子，连投资的必要都没有。我并不委屈，只觉得讽刺。我右手掌心传来一阵剧烈的灼烧感，那柄碎裂的废锤并没有被收回精神空间，而是就这么凭空悬浮在我的视海里。那些纵横交错的裂痕像是他男的嘴，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稀薄的空气。他很饿，我也很饿。由于天生没有魂力，我跑了不到2公里就开始剧烈喘息，这种虚弱感让我厌恶。突然，前方的一处灌木丛动了，一双幽绿色的眼睛在黑暗中亮起，那是一头孤狼，体型比普通的狼大上一圈，背部的毛发呈现出淡淡的青色，看年限也就是个10来年的货色，连第一魂环的标都摸不着，但在普通人眼里，这已经是致命的威胁。他盯着我，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口水顺着獠牙滴落。我没跑，我抬起右手，心念微动，那柄布满裂痕锈迹斑斑的灰败重锤出现在我手中，它看起来真的很像废料，甚至锤柄都有些歪斜。
息。孤狼发动了，他像一道青色的闪电，猛地扑向我的喉咙。死吧！我冷笑一声，没有用什么复杂的魂技，因为我根本没有，我只是凭借着本能抡起那柄碎锤，狠狠地砸了过去。这种感觉很奇妙，重锤入手的瞬间，我感觉周围的时间似乎凝滞了半秒，锤头上的裂痕猛然爆发出一种深邃到极致的黑芒，像是一个小型黑洞。砰！锤头与孤狼的头骨撞在一起，没有预想中鲜血飞溅的场面。在撞击的一瞬间，黑芒大作，那头孤狼发出一声极其短促的哀鸣，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他的身体在半空中迅速干瘪，皮毛瞬间枯萎变质，血肉、骨骼，甚至那还没来得及凝聚出来的白色魂环，都被碎锤表面的裂痕强行扯碎，化作一道青色的流光，被锤身一口气吸了进去。吧唧，一具只剩下干枯皮囊的残骸掉在地上，风一吹，竟然化成了灰。一股极其狂暴且精纯的热流顺着锤柄反冲进我的体内，我感觉到原本干涸的经脉像是被注满了岩浆，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呐喊膨胀。混沌飞界锤吞噬10级下魂兽一头，反馈魂力1级，目前魂力1级。我闭上眼，感受着体内那股被称为魂力的能量。素云涛说我是废人，唐昊说我是累赘，可他们不知道，在这个魂师需要苦苦冥想，需要靠杀戮魂兽获取魂环才能突破的世界，我的武魂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黑洞。别人猎杀魂兽是为了那一堆圆圈，而我是连肉带骨头再加上灵魂全吃了。这种生气速度比所谓的先天满魂力还要快还要狠。那一晚我没有睡觉，我在丛林外围游荡，碎锤像是一只永远吃不饱的恶兽。凌晨3点，我砸碎了一头长着尖角的野猪。凌晨5点，我生生扯下了一只100年曼陀罗蛇的毒牙，并在它绝望的注视下，将它那引以为傲的生命精华吸成了残渣。曼陀罗蛇，那是原著里唐三的第一魂环，而现在它只是我碎锤上的一抹点缀。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树梢，我站在山顶，全身被血气和混沌气息缠绕，我的魂力已经来到了惊人的9级。臂腕跨越了常人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积淀。更重要的是，碎锤吸收了曼陀罗蛇的韧性后，其中一条裂痕被填补了一半，反哺给我一的能力。我摊开掌心，灰色的雾气凝结，这不是攻击魂技，而是凋零诅咒。只要被我的碎锤踏到，对方的武魂就会像那些魂兽一样，开始不可逆转的枯萎退化，直到变成一滩废铁或者枯草。唐三，现在你应该已经在诺丁学院大出风头了吧？我从包里翻出一个冷掉的黑馒头，狠狠咬了一口，那种粗糙的味道提醒着我还没到休息的时候。9级距离获取真正意义上的魂环只有一步之遥，但我不需要那种套在身上的圈圈，我需要的是更强大的能量源。我收拾好东西，并没有回圣魂村，而是根据记忆朝着诺丁城香伞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处乱尸的，在原著里那里没什么宝贝，但在我的感官里，那里埋着一股很沉重的带着土腥味的金属波动。混沌碎界锤在疯狂跳动，他告诉我，那下面埋着某种破损的神兵利器碎片。既然唐昊和唐三选了那条光芒万丈的大师之路，那我就在这阴暗的角落里，把这个世界的底蕴一点点啃光。我再次祭出碎锤，看着上面那道补了一半的裂痕。唐三、玉小刚，你们的理论在我的吞噬面前脆弱的就像纸糊的。我踩着晨露，头也不回地没入荒原。乱石党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烈日当空，周围连一根杂草都看不见，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铁锈和干土混合的味道，吸进肺里有些拉嗓子。我停下脚步，因为右手掌心的剧痛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就是这儿了，我祭出混沌碎界锤，锤身上的裂痕此刻竟然在微微蠕动，像是一张张渴望进食的嘴，死死锁定着我脚下的一块巨岩。我没有任何犹豫，双手握住锤柄，调动体内刚刚积攒到9级的魂力，对着那块3米多高的巨岩狠狠砸了下去。轰！一声沉闷的爆响，巨岩从中间皲裂，随后轰然炸开，碎石像子弹一样四处飞溅，在我的手臂上划出几道血口。我没理会这些皮外伤，目光死死盯住巨岩内部暴露出来的东西。那是一截断裂的黑色金属刃，只有巴掌大小，表面塔玛的铜绿，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废铁，但它周围的空气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扭曲度。光线经过它上方时，竟然发生了折射。这是一块蕴含着空间法则的神奇残片，难怪乱尸党寸草不生。这残片无疑是散发出的空间绞杀之力，早就把方圆100米内的生机全部切碎。我伸手去抓，就在我的指尖距离那块黑刃不到半寸时，一边突射，脚下的泥土猛地拱起，一将长满利齿的血盆大口直接咬向我的手臂。那是一头浑身覆盖着厚重岩石鳞甲的地穴沙魔虫，体长超过5米，背部的鳞片上甚至长出了几道清晰的黄色纹路。400年修为，这头畜生不知在这残片旁边盘踞了多久，显然是把这块黑刃当成了他进化的半生宝物。他张开嘴，一股腥臭的土黄色毒液像高压水枪一样喷了过来。换做普通的9级魂师，哪怕是原著里刚觉醒的唐三，面对这种突袭也只能狼狈翻滚躲避，甚至可能被毒液毁容。但我没有躲，我眼神冰冷，手腕一翻，那柄破烂的灰锤直接迎着毒液砸了上去。吃，毒液浇在锤头上，没有腐蚀出任何痕迹，反而被锤身上的裂痕瞬间吸干。紧接着，我一步踏出，左手一把死死扣住煞魔虫那坚硬的下巴，右手抡起碎锤，激活了昨晚刚获得的能力——凋零诅咒。一抹灰暗的雾气顺着锤头，毫无阻碍地砸在沙魔虫最坚硬的背甲上。嘶！沙魔虫发出了极其凄厉的惨叫，肉眼可见的，它那足以抵挡刀剑的岩石鳞甲，在接触到灰雾的瞬间，就像是风化了1000年的老墙皮，簌簌地往下掉渣。原本充沛的
的生命力和土系魂力如同漏气的皮球般疯狂流失。他想钻回地底，但我左手死死扣着他的下体，右手再次举起废锤，吃宝点别胜反。砰！这一锤直接砸碎了他那已经被诅咒腐蚀的脆弱不堪的头部。暗黑色的吞噬漩涡在锤头炸开，沙魔虫那庞大的身躯在1秒内干瘪崩解，化作一团极其浓郁的土黄色光芒，被碎锤一口吞下。吞噬400年地穴沙魔虫，魂力突破瓶颈，当前魂力11级，体质大幅度强化，获得炎土抗性。只是一头400年的魂兽，直接帮我撞碎了10级的壁垒，不需要猎杀魂兽去吸收那所谓的魂环，我的身体本身就是最好的魂环载体。我甩了甩手上的灰烬，将目光重新投向坑底的那块黑刃，这才是真正的主材。我将混沌碎界锤按在黑刃上，这一次没有吞噬魂兽时那么顺利，黑刃上爆发出强烈的空间切割力，像是有无数把看不见的刀片在切割我的手，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锤柄。一块碎铁，别胆反抗！我咬紧牙关，眼中闪过一丝暴力，体内的混沌魂力毫无保留地灌入碎锤，给我吞！咔嚓，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金属碎裂声，那块坚硬无比的黑刃终于扛不住混沌法则的碾压，化作一片银色的齑粉，顺着碎锤的裂缝钻了进去。我的脑海深处仿佛有一根弦断了，周围的空间在这一刻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视网膜上出现了无数个重叠的残影。足过了5分钟，这种眩晕感才渐渐消失，我大口喘着出气，低头看去，混沌碎界锤的样子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虽然依然灰暗破败，但锤身正中央最长的那道裂缝，此刻已经被填堵上了一种暗银色的流光。吞噬神级空间器物残片，魂力暴涨，当前魂力15级，觉醒空间法则特性，空间扭曲，技能说明可通过锤身裂缝在周身1米范围内制造微型空间断层，转移或绞杀物理魂力攻击。我握着锤柄，随手一挥，没有带起风声，距离我2米外的一块半人高的石头毫无征兆的从中间错位滑落，切面光滑如镜，那是空间断层的力量，无视物理防御，直接在空间维度上进行切割，这就是我想要的反向发育，不拼力量，不玩暗器。当唐三还在苦练那些精密的击破和毒药时，我手里握着的是能把暗器连同空间一起搅碎的法则。15级了，我看着手背上已经开始结痂的伤口，感受着体内比2天前强大了数十倍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在森林和荒野里游荡，资源终究有限，而且我需要采购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衣服。这身沾满血污的破布条已经不能穿了。最近的人类城镇是诺丁城，那也是唐三和玉小刚缘分开始的地方。玉小刚，你不是有一套著名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吗？你不是说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然后反手就把我这种废物魂点得一文不值吗？我把碎锤收回体内，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大步向着乱世党外走去。我倒要看看你那可笑的理论能不能挡得住我这把能吃人的锤子。与此同时，诺丁城街道熙熙攘攘，我背着那柄被我用破布缠起来的碎锤，正准备去铁匠铺买些暗器材料的边角料当零食，却在街角迎面撞上了2个人，唐三还有他身边那个留着平头、眼神里透着股穷酸清刀的中年男人玉小刚。小绝，唐三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过来，脸上挂着那种兄长独有的关切。你怎么来诺丁城了？爸爸不是说让留在村里吗？村子太小，我出来讨口饭吃。我语气平淡。玉小刚皱了皱眉，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停留在我背后的破布包裹上。小三，这就是你那个先天灵魂力的双胞胎弟弟？是的，老师，我弟弟的武魂是破损的锤子。唐三解释道，眼神中闪过一丝遗憾。玉小刚背起双手，拿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淡淡道：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但先天灵魂力意味着你的身体根本无法承载任何天地元力。孩子，回去吧，魂师的世界很残酷，你硬挤进来只会丢了性命。我听笑了，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我看着玉小刚的眼睛，毫不留情地撕破他的伪装。既然如此，大师，你的罗三炮为什么突破不了30级？是你太废物了，对吗？玉小刚的脸色瞬间铁青，仿佛被人踩住了尾巴，指着我手指发抖。王四，小绝，你怎么能这么对老师说话？唐三立刻挡在玉小刚身前，眼神变得凌厉起来。他摸了摸腰间的24桥明月夜，老师是理论无敌的大师，你根本不懂。拿着这些金币回村里去，别在这里胡闹。他递过来几枚金币，像是在打发叫花子。我没有接，我看着唐三那张大义凛然的脸，只觉得无趣。收起你的施舍，唐三，别来惹我。我的路，你们这帮只会看水晶球的瞎子看不懂。我撞开唐三的肩膀，头也不回地朝城外走去。诺丁城外的官道延伸进一片茂密的花木林，我走得很慢，背后的混沌碎界锤在微微发热，那不是兴奋，而是一种由于极度饥饿产生的共鸣。跟了这么久，不累吗？我停下脚步，没回头，声音在寂静的林子里显得有些空洞。后方一阵灌木丛晃动的声音，紧接着3个穿着诺丁学院深蓝色校服的高年级学生走了出来。领头的那位身形魁梧，满脸横肉，腰间挂着一枚象征着16级异皇魂师的铁质徽章。我记得他刚才在城内，他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唐三身后。王爵，你倒是挺会选地方。领头的男生狞笑一声，扭了扭脖子，发出一连串骨骼摩擦的脆响。小三性格好，不跟你计较，但我萧晨宇看不下去，一个先天灵魂力的废物，凭什么当众辱骂大师？我缓缓转过身，看着萧晨宇，他的身后还有2个同样一脸戏谑的帮众。萧晨宇，我回想一下，诺丁城的城主之子，原著里那个给唐三送人头的炮灰，没想到这辈子他成了唐三的头号走狗。小老大，别跟他废话，拔断他的腿，拎回去给唐三老大跪下认错。后方一名学生起哄吧，跪下！我扯了扯背后的黑布带，将缠绕成团的碎锤取了下来，拿在手里掂了掂。就凭你这头土狼武魂。萧晨宇脸色一沉，被一个废物看穿武魂，让他觉得倍感羞辱。找死！萧晨宇，魂情郎不提。一道白色的10年魂环
环从他脚下升起，他的身体迅速膨胀，指尖弹出利爪，双眼染上了一层嗜血的青色。他是敏攻系魂师，在低等级魂师中确实算是个狠角色。撕碎你！萧晨宇低吼一声，身体化作一道残影，猛地扑向我的胸口。然而就在他的利爪距离我不到半尺时，我脚下的影子诡异的扭动了一下，空间折跃，唰！萧晨宇必杀的一抓直接穿透了我的身体，但那只是因为空间扭曲留下的视觉残影。人呢？萧晨宇大惊失色，惯性让他前冲了几步，后背完全暴露在你身后。我单手握住废锤，锤头上的黑布在这一刻由于混沌气息的溢出而寸寸崩碎。那柄布满裂纹、布满锈迹的灰败重锤露出了真容，没有魂环，没有光芒。我轻轻一记横挥，锤头没有砸向他的脊椎，而是点在了他武魂附体后幻化出的尾巴根部。枯萎诅咒，黑灰色的雾气顺着锤头的裂隙，瞬间如复古之锯端钻进了萧晨宇的经脉。萧晨宇发出一声变了调的惨叫，他原本青光大作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黄干瘪，像是被抽干了水分的树皮。他体内的魂力像是遇到了天敌，疯狂地萎缩崩解。我的武魂，我的魂力。萧晨宇绝望地发现自己的第一魂环竟然在颤抖中缓缓消散，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虚弱感让他瞬间瘫软在地，甚至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老大！另外2名学生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其中一人下意识地从怀里掏出一把短弩，对着我连发3箭。那短弩是城防军的标准配置，近距离穿透力极强，我连眼皮都没抬，右手碎锤在身前虚空轻轻一划，空间扭曲，3枚金刚弩箭在飞进我周身1米范围时，空间像是变成了一面折射的镜子，箭势诡异地改变了轨迹，划过一个圆润的弧线，竟反向朝着放箭的那人射去。嘟嘟嘟，3支箭精准地定在了那名学生的肩膀上，力道大的将他直接带飞，定在了桦木树干上。就这点本事，我拎着碎锤一步步走向缩在地上发抖的萧晨宇。别杀我！我是城主的儿子。就在这时，后方的树林深处传来一声厉喝：“住手！”2道身影疾驰而来，唐三走在前面，身法飘忽如鬼魅，左手已经扣在了腰间的24条明月夜上，玉小刚紧随其后。虽然跑得气喘吁吁，但那副道貌岸然的架子依旧端得很稳。小绝，你果然走上了邪路！唐三看着倒地不起、形同枯倒的萧晨宇，萧老大的武魂被你废了。这种吞噬他人本源的行为和邪魂师有什么区别？邪魂师这个词从唐三嘴里说出来，我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唐三，收起你那套自以为是的判官嘴里。我转过身，碎锤斜指地面，裂痕中的黑芒吞噬着落日的余晖。他想断我双腿的时候，你躲在后面看得挺爽。现在狗被打瘸了，你这个主人舍得出来了？你胡说八道！玉小刚跑过来，看着地上的萧晨宇，脸色煞白。他最看重名声，如果诺丁学院的学生在他面前被废，他这个名誉教师也脱不了干系。孩子，你心术不正，这碎锤武魂果然是不祥之兆。玉小刚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森然。小三，废了他的武魂，但回去由我亲自研究，或许还能救他一命。是，老师。唐三没有任何犹豫，在他眼里，只要玉小刚发了话，那就是真理。唐三右指一弹，3枚透骨钉装锁了我上中下3路，同时他的身形猛然前冲，双手化作冰晶般的玉色，控鹤擒楼。这一招在低阶魂师对决中几乎无解，不仅封死退命，还能牵引对手的武魂脱手。我面对飞来的透骨钉，根本没有闪躲，碎锤裂缝全开，一股霸道的吞噬引力爆发。那3枚含有剧毒的暗器甚至没能靠近我的身体，就直接被吸进了锤头的裂缝里，搅成了铁粉。唐三的绝育手已经到了我的胸前，我冷笑一声，握住锤柄，调动体内积攒的空间法则，对着唐三的正面直接发动了空间钻墙。原本近在咫尺的距离，在这一刻像是拉开了千万里。唐三势在必得的一掌拍在了一片虚无的空间裂缝上，巨大的反震力让他整个人倒飞出去。怎么可能？我的绝育手竟然找不到受力点。唐三在半空中一个翻身稳住，落地时脚尖在地面划出数米，他还没站稳，我丢出去的东西就到了，那是被我搅碎成铁粉的透骨钉，伴随着一丝灰暗的凋零诅咒，化作一片致命的黑影，铺天盖地的龙向唐三。小三小心！玉小刚惊恐大喊。唐三不敢拖大，脚踏鬼影迷踪，身形幻化成无数残影，勉强躲过了大半攻击，但依旧有几点黑粉粘在了他的衣袖上。刺了！原本崭新的诺丁学院校服瞬间被腐蚀出几个大洞，边缘处枯萎焦黑。唐三死死盯着自己的衣袖，紫极魔瞳疯狂运转。他意识到我手里那把看起来要碎掉的破锤子，拥有着某种他完全理解不了的高层级的法则力量。唐绝，你彻底无可救药了！唐三缓缓挺起腰，左手微不可察地摸向身后。我知道他在准备那把号称初级阶段无敌的袖剑。无可救药的是你们！我将碎锤横在胸前，眼神冰冷到没有一丝温度。玉小刚，你不是喜欢搞研究吗？看着你最得意的弟子武魂一点点烂掉，这种研究素材你喜不喜欢？就在剑拔弩张之际，远处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洛丁城的巡逻卫兵正在靠近。小三，先带萧老大走，此地不宜久留。玉小刚冷静下来，他知道在城郊杀了自己的亲弟弟会有麻烦。唐三死死盯着我，沉默了3秒，最终抱起瘫软的萧晨宇，一个纵身跳入林中深处。唐绝，下一次我绝不会留手。他的声音从风中传来，你什么时候留手过？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轻蔑地收起碎锤。萧晨宇虽然没死，但
我的凋零诅咒已经侵蚀了他的武魂本源，除非有封号斗罗级别的高手愿意损耗寿元为他拔除，否则他这辈子别想再踏入大魂师境界。更重要的是，我刚才吞噬了那3枚暗器，碎锤反馈给我了一股极强的矿石能量，等级16级了。唐三，好吧，去史莱克，去星斗大森林。我低头看了看碎锤上新填补的一条裂痕，喃喃自语，等我到了30级，我会亲手把你的8蛛毛和蓝银皇一根一根的拔出来，当成我进化的饲料。我转身走向密林的更深处，那里才是我的猎场。转眼6年过去，这6年里，我没有踏入过任何一座人类城市，也没有去考取哪怕一个最低级的魂师徽章。星斗大森林的外围和中层交界处，就是我的整个世界。这是一头体长超过6米、浑身燃烧着黑色魔焰的暗金3头虎发出绝望的咆哮。这是一头修为接近6000年的顶级掠食者，哪怕是魂王级别的强者遇到他，也得暂避锋芒。但我只用了一只手，我站在他庞大的身躯前，左手死死捏住他中间那颗头颅的咽喉，任凭他锋利的爪子在我的黑衣上撕扯。那些足以切筋断玉的利爪抓在我的皮肤上，却只能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白痕。太弱了，你体内的能量连让我塞牙缝都不够。我眼神毫无波澜，右手倒提着那柄灰败的混沌碎界锤，狠狠砸进了他的胸膛。没有鲜血喷涌，只有深邃的黑暗。锤头上的裂痕宛如苏醒的深渊巨口。吞噬法则全功率运转，暗金3头虎庞大的身躯在3秒内像被抽干了空气的皮球一样干瘪下去。那足以让普通魂师爆体而亡的6000年狂暴魂力、血肉精华，甚至是他的灵魂，都被碎锤一丝不落全吸了进去。吞噬6000年暗金3头虎，魂力达到30级瓶颈，当前状态能量饱和。我吐出一口带着黑气的浊气，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碎锤。6年的疯狂进食，让这柄原本随时会散架的废锤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锤身依然是那种不起眼的灰败色泽，但上面最深的3道裂痕已经被暗银色的空间法则、土黄色的厚重法则以及黑红色的血煞法则填满。我的魂力虽然只有30级，但这只是因为斗罗大陆的体系限制了等级的重叠。如果真要按破坏力来算，我体内储存的混沌能量足以把一个50级的魂王活生生耗死。但到了30级后，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普通的魂兽，哪怕是万年级别的，对我来说也只是粗粮。他们提供的能量太多，杂质转化率极低，已经无法满足混沌碎界锤进一步修补裂痕的需求。我需要精良，需要那种蕴含天地本源，甚至是神级法则的顶级能量。我抬起头看向北方，那是天斗帝国的方向。算算时间，唐三现在应该已经从诺丁学院毕业，正跟着玉小刚前往那个所谓的冠武学院史莱克。在原著里，唐三接下来的路是顺风顺水的，他会在史莱克装逼打脸，会遇到独孤博，然后被抓到落日森林，因祸得福霸占冰火2夜，吃下仙草洗精法水，从此一飞冲天。那是唐三最大的外挂，也是他后期成神的绝对根基。没有冰火2夜的仙草，他的玄天功练不到底，他的蓝银草也承受不住后续的毒素，更别提给史莱克7怪脱胎换骨。既然你当年嫌我施了雷准，那你的机缘我就不客气的全收了。我收起废锤，直接发动空间折跃，身形在林间化作一道道灰色的残影，笔直的朝着落日森林的方向疾驶而去。半个月后，落日森林核心区边缘，这里的温度比外围要阴冷得多，四周寂静的可怕，连一声虫鸣都听不见。前方一片浓郁的化不开的七彩毒瘴，如同一堵连接天地的城墙，将核心区死死封锁。碧鳞蛇毒，这是毒斗罗独孤博设下的绝对禁区。那些五彩斑斓的瘴气，只要吸入一丝，哪怕是魂圣也会在顷刻间化为一滩脓水。地上散落的无数高阶魂兽的白骨，就是最好的警告。原著里的唐三是靠着前世唐门的解毒知识，加上各种避毒的草药，才勉强在毒阵里活下来。但我不是唐三，我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瓶瓶罐罐，也不懂什么药理相克。我走到毒阵边缘，伸出右手，撕啦，一丝七彩瘴气触碰到我的指尖，立刻发出强烈的腐蚀声。我的皮肤表面泛起一阵黑烟，但下一秒，混沌碎界锤的虚影在掌心出现，吞噬发动，那一丝足以致命的碧鳞蛇毒直接被废锤吸了进去。经过混沌法则的碾压，瞬间转化成了一丝精纯的无属性魂力，融入我的经脉。在能吞噬万物的混沌面前，毒药也是不要。但我没有选择直接一路吃进去，这毒阵太厚了。如果我大张旗鼓的吞噬，剧烈的能量波动肯定会惊动远在天斗城的独孤博。以我现在的实力，硬当一个封号斗罗还是太勉强了。我来这里是为了抢机缘，不是来找死的。我需要悄无声息的进去。空间扭曲，我深吸一口气，体内的魂力疯狂燃烧。右臂的碎锤上，那道暗银色的空间纹路爆发出刺目的光芒。对于别人来说，这毒瘴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实体墙，但在我眼里，只要是空间就可以被折叠。我将碎锤猛地向前方的虚空一砸，没有声音，但前方的空间在锤头的压迫下，就像是一块被用力拉扯的幕布，瞬间凹陷下去。七彩毒瘴被这股空间扭曲的力量强行排开，在我的面前形成了一条直径不到半米且极不稳定的真空通道。只有3秒，我眼神一凝，空间折跃爆发，我的身体瞬间化作一道灰线，顺着这条被强行撕开的空间缝隙，一头扎进了毒阵的最深处。在跨越空间的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四周的毒瘴像发疯的野兽一样想要挤压进来。空间的割裂感让我的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但我死死咬住牙，混沌魂力护住心脉，硬生生抗下了这股撕扯力。唰，眼前的七彩毒瘴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极其明亮，甚至有些刺眼的奇异光芒。我踉跄的落地，由于强行穿越空间，我的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但我根本没有去擦，因为我的视线已经被眼前这不可思议的奇景彻底定死了。这里是一个倒锥形
形的山谷底部，在山谷的正中心是一口面积不大的温泉，但这温泉的水却诡异地分成了两半，左边是如同鲜血般浓稠的朱红色，水面上翻滚着足以融化钢铁的恐怖热浪；右边是如同极冰般通透的乳白色，散发着连灵魂都能冻结的极致严寒。冰火两仪眼，两大龙王陨落后，神级躯体孕育出的天下第一聚宝盆。在这个温泉的周围，长满了外界早已经绝迹的极品仙草，散发着极致寒气的八角玄冰草，犹如燃烧火焰般的烈火性胶书，还有那株高高在上、散发着奇异香气的幽香绮罗仙品。这些草药，每一株拿出去，都足以在斗罗大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而现在，它们像是一盘无人看管的满汉全席，静静地摆在我的面前。咚咚，我的心脏开始狂跳，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我体内的混沌碎界锤，它疯了。从我觉醒武魂到现在整整6年，我从未感受过它如此剧烈的渴望。锤身上的每一道裂痕都在疯狂地震颤，发出尖锐的嗡鸣，那是一种饿了千万年的凶手突然闻到了神龙鲜血的味道。哪怕是之前吞噬那块空间神器残片时，他的反应也不及现在的1/1000。对于唐三来说，这里是用来炼药和淬体的宝地，但对于我的武魂来说，这是他重塑法则，从废锤蜕变为真正神器的原始泰达。唐三，你把这里当成你成神的阶梯。我擦去嘴角的鲜血，缓缓站直身体，一双眼睛在冰火两重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极度贪婪与疯狂的辉芒。但很可惜，我连阶梯带地基都要给你啃得连渣都不剩。我大步向前，直接走向了那口沸腾着极致冰火的泉眼。山谷底部的热浪与极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压力。如果换作半个月前的我，恐怕在这儿待不上3分钟，浑身血肉就会在冰火交锋中崩溃。但我体内的混沌碎界锤此时却像是一台失控的抽水机，锤身每一次震颤都强行将周围散发的冰火本源吸扯过来，在我的经脉中疯狂冲撞。我闷哼一声，皮肤表面不断炸开细小的血花，但在混沌法则的强行修复下，伤口瞬间结痂重组，变得愈发坚韧。我盯上了岸边最高傲的2株仙草，左侧一株通体晶莹剔透、散发着幽蓝寒气的八角状小草，那是八角玄冰草；右侧一株赤红如火、叶片犹如龙鳞般的异花，那是烈火性胶书。在原著里，唐三需要小心翼翼的采摘，同时服下，再跳入泉眼搏命，太慢了。我冷笑一声，右手猛然叫出混沌碎界锤。此时的碎锤，那道暗银色的空间裂痕已经扩张到了整个锤头。我双手握柄，对着虚空狠狠一抡，吞噬。一股霸道至极的引力瞬间锁定这2株顶级仙草。原本扎根极深、蕴含神性的草药，在混沌法则面前脆弱的如同路边杂草。伴随着泥土崩开的声音，2株仙草发出一阵哀鸣，化作一红一蓝2道流光，被碎锤的裂痕强行扯了进去。紧接着是幽香绮罗仙品、奇荣通天菊、忘川秋水露，这片被独孤博守护了半辈子的药源，在这一刻迎来了灭顶之灾。碎锤发出的轰鸣声几乎震碎了整座山谷，那些外界求而不得的仙品，连根带泥被搅碎，化作漫天宝光灵气，汇聚成一条长龙，疯狂灌入碎锤之中。吞噬仙级药草 X12，混沌废界锤修复3%，反馈冰火淬体能量，肉身强度增幅500%，百毒不侵属性已觉醒。这还没完，我将目光锁定在那口红白交汇的泉眼，冰火两仪眼，这才是真正的神之遗留。神陨落后的残渣也配在我面前叫嚣。我纵身一跃，直接跳入了那口足以让封号斗罗化为血水的泉眼中心。极致的寒与热瞬间将我的衣服化为灰烬，我双目赤红，将碎锤死死定入泉眼底部，吞噬全开。原本平静的泉水瞬间沸腾旋转，泉底深处2大龙王陨落后的最后一丝魂力本源被惊动，他们咆哮着想要反抗，但混沌碎界锤上的裂痕在那一刻爆发出了深渊般的黑暗。不管你生前是什么神，死后的能量统统都是我的口粮。我感觉到体内原本30级的魂力壁垒像纸糊的一样被瞬间突破，31级、35级、39级、40级，不知过了多久，整个山谷安静了下来。原本灵气氤氲、宝光冲天的聚宝盆，此刻已经彻底变了样，泉水干涸，只剩下2个焦黑且覆盖寒霜的泥坑，四周的岩壁枯黄，所有仙草都被连根拔起，连一根草皮都没剩下。我从坑底站起来，随手从空间裂缝里取出一件黑袍披上。此时的我，瞳孔中一红一蓝2道神光转瞬即逝，右手碎锤上多出了2条交织的法则纹路。唐三，这份洗精法水的大礼，我就先收下了。我冷漠地感受着体内奔腾如江河的混沌神力，脚下一踏，空间折跃，瞬间消失在死寂的山谷中。3天后，落日森林核心区，一老一少2道身影疾驰而来。小子，你确定你的药理能解老夫身上的剧毒？他在泥地里疯狂挖掘，试图找到哪怕一丁点仙草的残根，没有，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就像是被某个不讲道理的魔神直接从位面上抹去了一样。他的八角玄冰草没了，他的烈火性胶树没了，他成神的基石全都没了。怎么会这样？谁能进得来这里？谁能破掉前辈的毒阵？唐三颓然地坐在泥坑里，大脑一片空白。他本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拥有前世记忆和双生武魂，注定要主宰这个时代。可现在，现实却狠狠抽了他一个耳光。这种被神级文明降维打击般的绝望，让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说不是你背后的人！独孤博一把提起唐三，恐怖的杀意将他死死锁定。
前辈，我一直跟您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唐三凄惨地喊道，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恨意。他突然想起了几年前在诺丁城外见到的那个身影，那个握着废锤、眼神冷厉的像孤狼般的弟弟。不，绝不可能是他。那个先天灵魂力的废物，怎么可能有这种通天的本事？老夫不管你是谁！独孤博仰天长啸，声音震动整座森林。敢在老夫地盘杀鸡取卵，老夫定要你碎尸万段！而此时，在千里之外的索托城，我坐在一间酒馆的窗边，手里把玩着那柄补全了不少的混沌碎界锤，感受着远处传来的那股微弱的愤怒波动。唐三，这只是开始。我喝了一口劣质的麦酒，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没了仙草，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去史莱克七怪面前充大哥，拿什么去应对武魂殿的猎杀。接下来该去索托城的大斗魂场看看那些所谓的怪物们了。索托城大斗魂场，这里是魂师的绞肉机，也是强者的提款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汗水、鲜血以及廉价香料混合的腥甜味。对于普通魂师来说，这里是博取名望的地方，但对于我来说，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垃圾场。每一次斗魂结束，擂台上都会残留大量溃散的无主的魂力。我坐在观众席最阴暗的角落里，右手微微藏在黑袍下，混沌碎界锤虚影浮现，掌心的银色纹路像吸管一样悄无声息地吞噬着那些逸散的能量，真难喝。我心里评价道，这些金墨魂师提炼又打散的魂力，驳杂的像刷波水，但胜在量大管饱。此时，下方的副斗魂场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史莱克七怪，又是史莱克七怪！我抬头看去，只见7个戴着奇怪史莱克面具的少年，正中星捧月般的走下擂台。领头的一个，金发披肩，一瞳中闪烁着狂傲不羁的凶光，正是星罗帝国的丧家之犬戴沐白。而在他身后，一个身材匀称、脚步稳健的少年正慢条斯理地收起手中的蓝银草。即便隔着面具，我也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阴沉，那是外挂被毁后，由于玄天宫停滞不前产生烦躁的唐三。由于没有了仙草的滋养，现在的唐三不过33级左右，他的肤色没有了原著中的晶莹玉润，反而透着一种透支潜力的青涩。戴老大，今天的对手太弱了，一点意思都没有。戴沐白身后，一个胖子马红俊正一边擦汗一边嚣张的叫嚷：“哼，在这索托城，谁不知道我们史莱克的厉害？”戴沐白冷哼一声，看向出口处几个挡路的平民魂师，眼神一冷：“滚开，别挡着本少爷的路！”那几个平民魂师也是刚才落败的选手，本就带伤，动作稍微慢了一点。戴沐白竟然直接开武魂了，白虎附体。戴沐白的身体剧烈膨胀，利掌弹出，3道魂环交替升起，他那沉重的胡爪猛地一扫，竟然是想直接把那几个人扇飞出去。这哪是斗魂，这纯粹是仗势欺人。唐三站在一旁，双手插在兜里，没有阻拦，也没有说话。这就是他所谓的中立，只要不触及他的利益，伙伴杀人放火，他也只会觉得那是对方屈死之德。我坐在高处，突然觉得手里的这口能量刷锅水变得索然无味。我站起身，没有走楼梯，空间折跃，刷，我整个人直接穿透了10米的物理距离，瞬间出现在了那几个平民魂师的身前，正好挡在了戴沐白的虎爪路径上。砰！戴沐白那足以拍水侵蚀的一肘，重重的撞在了一层肉眼难辨的空间断层上。我连手都没抬，反震的力道让戴沐白闷哼一声，整个人踉跄的后退了3步，地面上踩出一串深深的脚印。谁？戴沐白一捅一缩，杀气腾腾的看向我。唐三也停下了脚步，他的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24条明月夜，紫极魔瞳瞬间开启，试图看穿我这身宽大的黑袍。史莱克果然名不虚传。我摘下兜帽，露出一张与唐三极其相似却冷冽如冰的脸。我看着那几个惊魂未定的平民魂师，淡淡说道：“走吧，这里不仅有怪物，还有不少畜生。”唐绝！唐三的惊呼声中带着3分不可置信、3分惊恐以及4分浓浓的杀机。他死死盯着我。此时的我虽然没有亮出武魂，但那种由于吞噬了冰火本源而透出的深邃气息，让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小三，这就是你那个废物弟弟。戴沐白揉着发麻的手腕，眼神里满是狰狞。看来上次萧晨宇的事没让你长记性，居然敢管我戴沐白的事，废了他！玉小当的声音从看台上方传来，这位大师此刻正背着手，面色阴沉地看着我。在他眼里，我这个脱离掌控，甚至可能比唐三更优秀的异类，必须被抹除。唐三没有动，他在评估风险，但戴沐白忍不住了。他觉得自己身为37级战魂尊，刚才被震退只是因为大意。白虎烈光波，戴沐白张开血盆大口，一道炽热的金色光球喷涌而出，封死了我所有的退路。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团金光，冷笑一声：“就这！”我抬起右手，混沌碎界锤虚影微闪，空间扭曲，那团足以炸裂岩石的光波，在靠近我身体1米时，像是撞进了一面哈哈镜，空间诡异的弯曲了。烈光波划出一个滑稽的圆弧，竟然直接折返回去，重重的轰在了戴沐白的胸口。呼！戴沐白惨叫一声，被自己的魂技轰得满脸焦黑，狼狈的倒在地上。戴老大！史莱克众人惊呼：“小绝，你太过分了！”唐三终于找到了动手的借口，他眼神冰冷，脚踏鬼影迷踪，身形幻化出3道残影，右手玄玉手银白如玉，直取我的咽喉。他没有用武魂，他觉得用唐门绝学足以制服我这个邪门歪道，还是这么虚伪。唐三，我动都没动，在唐三的手指即将触碰到我皮肤的一瞬间，我发动了冰火淬体后觉醒的领域特性，极死寒域，以我为中心，方圆5米的空气瞬间降温到零下100度。唐三的动作在那一刻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僵硬，他那引以为傲的玄玉手竟然结上了一层淡蓝色的冰晶，怎么可能？我的魂力流动被冻结了。唐三骇然倒退，同时左手一扬，3枚透骨钉带着凄厉的破空声射向我的眉心。还在玩这些废物！我右手猛然握住那柄黑布包裹的碎锤，混沌之气暴涨，虚弱诅咒，黑灰色的雾气瞬间扩散。唐三射出的那3枚铁片，在进入雾气的刹那，
竟诡异的失去了所有动力，叮铃当当的掉落在地，表面瞬间生满红锈，仿佛瞬间经历了几十年的腐蚀。不仅如此，唐三和后方试图制人的史莱克众人同时感觉到体内魂力疯狂流逝，脚下一软，竟齐刷刷的半跪在地。这是什么魂技？没有魂环，没有波动。岳小刚在台上看得睚眦欲裂，他的理论知识在这一刻彻底崩塌。我拎着锤子，慢条斯理的走到唐三面前，用锤头挑起他的下巴。你引以为傲的东西，在我眼里真的连垃圾都不如。我俯视着他，一字一句的问道：“那个所谓的药源好玩吗？”唐三瞳孔骤然收缩，声音颤抖：“是你干的，是你毁了我的机缘。”不，我冷冷一笑，我只是拿回了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想杀我，去变强吧，哥哥。我随手一挥，空间裂缝张开，在史莱克众人惊恐且仇恨的目光中，我缓缓没入黑暗。下一次见你，我会把你的八蛛毛一根一根掰断。大道魂场外的夜风吹得很凉，索托城的繁华在这一刻显得异常刺眼。在我踏入空间裂缝消失的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了唐三那双冲却的瞳孔，愤怒、惊恐，还有那种被夺走宿命后的歇斯底里。他在风里嘶吼：“小绝，你真的该死啊！听见没有？这就是那位所谓神王的强盗逻辑，抢了他的机缘，打了他的脸，这便犯了世间最大的恶，便有了他口中那句名垂千古的取死之道。可惜现在的他连跟我对视的资格都快没了。”我传送到了索托城西的一处废弃破庙，刚一落地，胸腔里那股强行越级开启冰火内劲的后遗症就压不住我。我吐出了一口混杂着蓝红双色的淤血，强行压制史莱克全员。对我这具还没到魂宗的身体来说，负荷确实不轻。此时识海里的混沌碎界锤在疯狂跳动，刚才我吸走了戴沐白30%的白虎本源，又啃了唐三的玄天宫内力，这些驳杂的能量在锤身的裂缝里疯狂乱窜。我盘腿坐下，直接把破锤子照到膝盖上，给我画混沌法则，就像一台高精力的绞肉机，瞬间把这些躁动的能量搅得粉碎。白虎的狂暴融进了我的骨头，玄天宫的绵长变成了我的粮量。伴随着吞噬，锤头上第4道深不见底的活口，终于长出了一种暗金色的晶体。40级瓶颈如约而至，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了一股极其隐晦却沉重暴力的视线，隔着几千米的虚空死死定在了我的后背上，那是带着我极其熟悉又极度厌恶的昊天威压。唐昊，你终于舍得露面了。我睁开眼，对着破庙那半截佛像冷猛开口。阴影里，一个披着破蓝黑袍的男人走了出来，他壮得像座山，浑身散发着让人窒息的血腥味。这就是唐三的爹，那个在铁匠铺里为了天才大儿子把我这个废物二儿子随手丢掉的男人。昊天斗罗唐昊，他看着我，声音沙哑的像磨砂纸：“你毁了小三的机缘。”听到这话，我简直想笑。我站起身，任由指尖的暗银色空间纹路闪烁。机缘那本就是无主之物，他拿得，我便拿不得。还是说，在你唐昊眼里，只有唐三是你儿子，我唐爵只是个和该给他的成神之路铺砖叠瓦的祭品。唐昊沉默了，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但很快就被一种近乎偏执的冰冷取代。他告诉我，你不该伤他，他的武魂需要纯净的道心，你成了他的心魔。为了大局，你的武魂我会亲手打碎，我会留你一命，带回后山养一辈子。听听，这就是昊天斗罗的父爱，为了保住大儿子的道心，要亲手砸碎二儿子的武魂。哈哈哈哈！我仰天长啸，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打碎我的武魂？唐昊，你以为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这天下第一器武魂？不，在我眼里，那不过是一根烧火棍。放肆！唐昊怒了，他脚下9道魂环轰然炸开，最后一枚血红色的10万年魂环爆发出刺目的红光，杀神领域瞬间把整座破庙封死。他抡起那柄巨大的昊天锤，带着崩碎山岳的力量，直奔我的头顶砸下。换做以前，我连灰都剩不下，但现在我手里握着个是混沌法则，空间坍塌。我根本没举锤硬炮，右手对着虚空猛地一划，第4道暗金色纹路光芒大作，唐昊必杀的一锤，在离我头顶还剩3寸的时候，空间诡异的折叠了。呼，沉重的昊天锤直接穿过了我的残影，狠狠砸在地上，破庙瞬间灰飞烟灭，地面被砸塌了整整3米，而我已经瞬移到了他背后10米的地方。唐昊，你老了，你的力量再大，打不到人，也只是在挥舞空气。我不等他转身，右手猛地隔空一抓，急死寒玉叠加虚弱组状，那些灰色的雾气顺着地面的震动，瞬间缠上了他的双腿。唐昊闷哼了一声，他惊愕地发现自己晶石般的魂力遇到这股枯萎气息，竟然在迅速消融，连他那些陈年旧疾都隐隐有爆发的迹象。这种邪异的手段，留你不得。唐昊彻底动了杀心，他双眼泛红，直接把昊天锤抛向半空，双手飞快结翼，大须弥锤炸滑，第1道黄色魂环瞬间炸碎。我知道封号斗罗的拼命一击我现在还接不下，但我根本不需要接。想要我的命，你得先看看你身后那宝贝儿子能不能活过今晚。我冷笑一声，身体退入空间裂缝。唐昊，回去看看吧。唐三现在应该已经在那间旅店里，被我的混沌诅咒折磨得生不如死了。想要救他，得用你的昊天本源去续命。你觉得是你杀我重要，还是救他重要？孽障！唐昊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怒吼，他那蓄势待发的大须弥锤硬生生刹住了车。比起杀我这个孽畜，他更怕唐三死。他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化作一道黑光，像疯了一样朝着索托城狂奔回去。看着他跑远的背影，我身子一滑，半跪在了废墟里。封号斗罗果然还是太勉强了。我擦了擦嘴角，笑得极其残忍。唐昊以为他能救唐三，但他根本不知道，混沌诅咒一旦入体，除非我收回，否则只能压制。从今天起，唐三每升一级都得挨一回万箭穿心。至于我也该去狩猎让我突破魂宗的口粮了。我站起身，看向星斗大森林的方向。星斗大森林深处，那头正在渡雷劫的泰坦巨猿，似乎是个不错的第1魂环候选者。我拎起那把吃不饱的碎锤，直接引入了黑暗。星斗大森林内围与核心区的交界处，夜风中夹杂着令人不安的焦土味和浓重的血腥气。远处的夜空中，黑云如同沸腾的墨汁，雷龙在其中疯狂翻滚，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那是10万年魂兽的雷劫。在原著里，
小五的那些所谓的大名二名是史莱克7怪的保镖，是唐三日后获取魂环的免费素材库。既然你的成神之路我已经挖断了，那这保镖我也顺手收了吧。我隐藏在几千米外的一株参天古树的树冠上，高维飞行感官加上混沌魂力的隐匿，让我在这片恐怖的雷霆威压下，如同一只幽灵。轰隆，一道粗如水缸的紫色雷霆劈下，直击下方一头如山岳般庞大的黑猩猩泰坦巨猿2名。这头在星斗大森林横着走的霸主，此刻却狼狈不堪。他那引以为傲的如同花岗岩般的黑色皮毛，在天威的轰击下多处皮开肉绽，暗红色的鲜血顺着小山般的肌肉流淌，落入泥土，瞬间将地面腐蚀出一个个深坑。他在渡他10万年大关的最后一次接法，旁边不远处，那头牛首蛇身的庞然大物天青牛蟒大名正焦急地盘旋，却不敢靠近分毫，生怕引火烧身，让雷劫加倍。就是现在，我眼中黑芒闪烁，双手握住布满4道修补纹路的混沌碎界锤，体内那股卡在40级的瓶颈，仿佛闻到了绝世美味，发出饥渴的咆哮。我没有直接冲上去拼命，那是蠢货的做法。空间断层，我将碎锤对着虚空猛地一砸，暗银色的纹路瞬间爆发出刺目的光华，不是为了攻击，而是为了转移。在下一道天雷即将劈中泰坦巨猿天灵盖的瞬间，我在他头顶上方强行撕开了一道微型的空间裂缝，咔嚓，那道狂傲的紫薇直接劈进了裂缝之中。好，泰坦巨猿2名愣了一下，他已经闭上眼睛准备硬扛这致命一击，却发现雷声虽大雨点全无，是谁在帮老二？天青牛蟒大名那双灯笼大的眼睛警惕地扫视四周。我冷笑，那道被我转移的紫雷顺着我构建的空间通道，直接劈在了几千米外一只正趴在窝里睡觉的6万年鬼虎身上。那倒霉蛋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瞬间灰飞烟灭。而我则借着雷霆被引开的这半秒钟空隙，发动了极致折跃，唰，我整个人凭空出现在了泰坦巨猿宽阔的后背上。他那原本坚不可摧的防御，在雷劫的摧残下，此刻布满了深可见骨的裂口。什么东西？泰坦巨猿感受到了背上的异样，他怒吼一声，巨大的手掌反向拍向自己的后背。这一掌若是拍实了，哪怕是一座小山包也得被拍成平地。但我怎么可能给他机会？吞噬！我直接将碎锤顺着他背上最深的那道伤口，狠狠插进了他的血肉之中。呼！混沌碎界锤那深渊般的吞噬法则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爆发。泰坦巨猿体内那刚经历过雷劫淬炼，正准备向10万年蜕变的庞大生命本源，连同他狂暴的重力法则，像绝地的洪水一般被碎锤疯狂地抽走后，泰坦巨猿发出了有史以来最凄厉的惨叫声。他那可以控制重力的领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发现自己体内的魂力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枯竭。2名远处的天青牛蟒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他那庞大的身躯猛然腾起，张开血盆大口，一道充满毁灭气息的青色光柱直奔我的后背而来。凋零诅咒！我没有拔出锤子，左手在虚空中一抓，将刚才吞噬的一小部分泰坦巨人的血气混合着诅咒法则，直接化作一道灰黑色的屏障。青色光柱撞在屏障上，非但没有炸开，反而像泼在沙地上的水一样被迅速腐蚀瓦解。但天青牛蟒的含怒一击毕竟太强，反震的余波依然让我喉咙一甜，喷出一口鲜血。但这口血喷的只丁吞噬10万年。喂，泰坦巨猿生命本源40级瓶颈强制突破，魂力暴涨41级、45级、50级，获得重力掌控法则残缺。混沌碎界锤第5道裂痕修复20%。泰坦巨猿内如山岳般的身躯在我脚下疯狂萎缩，原本油亮的黑色毛发变成了干枯的枯草，他甚至连反抗的力气都失去了，只能发出虚弱的喘息。如果不收手，再过10秒，这位星斗大森林的霸主就会变成一具风干的标本。但我不能全吃，因为天青牛蟒那双巨大的牛角已经距离我不到10米。10万年魂兽拼命的怒火，现在的我接不住，算你命大！我猛地拔出碎锤，伴随着扑哧一声令人牙酸的血肉撕裂声，我带出了一大团纯粹的暗金色的本源精血。在天青牛蟒即将撞碎我身体的瞬间，空间折跃再次发动，唰，我整个人消失在了泰坦巨猿的背上，只留下一个深不可测、流淌着灰黑色枯萎诅咒的巨大血洞。人类，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星岛大森林与你不死不休。天青牛蟒看着奄奄一息、本源尽失的2名，发出了震动整个大森林的狂怒咆哮。而此时，我已经出现在了100里之外的一处隐秘溶洞中，我浑身是血，但双眼却亮得惊人，50级了。我看着手中那柄已经有一半散发着神异光泽的混沌碎界锤，感受着体内那种只需心念一动就能将周遭数十米空间内的重力瞬间增加100倍的恐怖法则。我没有吸收什么花里胡哨的魂环，但在我背后，除了那道深灰色的魂环外，又多了一道暗金色的恐怖虚影，那是泰坦巨猿被抽干的本源所化。唐三啊唐三，我深吸一口气，屏住着体内沸腾的魂力，你的仙草没了，你的泰坦巨猿小弟现在估计也只剩半口气，修为倒退几万年，下一次见面，你会不会已经沦落到去跟那些10年魂兽抢饭吃的地步？我走到溶洞外，看着夜空中渐渐散去的雷云，接下来该去一趟天斗城了，那里有那个号称全大陆最富有的7宝琉璃宗，还有那个被天鹅武魂伪装起来的天使。既然要反抗这可笑的命运，那我不介意把这滩浑水搅得更浑一些。天斗城，我走在铺满大理石的街道上，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龙涎香和贵族们身上那种甜腻的让人反胃的香水味。相比于星斗大森林里原始的血腥，这里腐朽的像是一个用金箔包裹的烂苹果。我穿着一件宽大的玳瑁黑袍，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50级的混沌魂力被我死死压缩在经脉深处。从外表看，我只是个毫无魂力波动的普通人。经过半个月的沉淀，从泰坦巨猿那里抽来的狂暴本源已经被我彻底消化。现在的我，哪怕面对魂帝、魂圣，也能靠着空间法则和重力掌控将他们按在地上摩擦。但我来天斗
天斗城不是为了打架，我是来进货的。天斗皇家拍卖场，这里的库房里堆满了那些贵族和宗门搜刮来的极品矿石、罕见魂骨，甚至是带有古老法则残片的古董。我交了一块从星斗大森林顺手捡来的低级魂骨作为入场费，直接走进了2楼的柜中席。拍卖会已经进行到了高潮，展台上，一个穿着暴露的拍卖师正声嘶力竭地介绍着一块巴掌大小、通体呈现出诡异幽蓝色的金属。各位贵宾，这是一块产自极北之地深海的深海沉银银母，它的坚硬程度足以抵挡魂圣的全力一击，是打造顶级魂导器和暗器的绝佳材料。起拍价10万金魂币。深海沉银银母这玩意儿在原著里是唐三用来打造暴雨梨花针的核心材料，但此时我体内的混沌碎界锤却发出了贪婪的嗡鸣。在我的感知里，那块所谓的银母内部蕴含着一丝极其纯粹的坚固法则。10万、12万、50万。2楼最豪华的1号包厢里传出一个温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声音，那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他身边大概率还坐着那位锋芒毕露的剑斗罗。全场死寂，没有人敢跟富可敌国的七宝琉璃宗抢东西。50万一次，50万2次。拍卖师激动的涨红了脸，准备落锤。不用麻算包邮了，我自己拿。我坐在角落的阴影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右手在宽大的袖袍下虚握成锤，暗银色的纹路瞬间亮起，空间断层叠加混沌吞噬，毫无征兆的，展台上那块被严密阵法保护的深海沉银银母表面突然扭曲了一下，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深渊巨兽咬了一口。那块坚不可摧的极品金属，竟然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瞬间风化崩解，化作一撮灰白色的粉末，飘散在展台上。而那一缕纯粹的坚固法则，已经顺着空间裂缝，稳稳地落入了我的碎锤之中，填补了锤身上的一丝细小裂痕。吧嗒，拍卖师的木锤掉在地上，整个人傻了。1号包厢内，一股极其凌厉的剑意冲天而起，瞬间锁定了整个拍卖场。那是剑斗罗陈心的威压。什么人敢在七宝琉璃宗面前装神弄鬼？剑意如海啸般扫过，但我早有准备。早在吞噬完成的半秒内，我已经发动了空剑折跃，整个人化作一道灰线，直接遁出了拍卖场，融入了天斗城错综复杂的后巷之中。七宝琉璃宗的钱果然好骗。我走在一条阴暗的巷子里，感受着碎锤重量的微妙增加，正准备找个地方落脚，脚步却突然一顿。巷子的尽头站着一个人，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15、16岁的少年。他穿着一身洁白如雪的华贵锦服，金色的长发梳理的一丝不苟，面容英俊的劲突妖异，身上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与平和。天斗帝国太子雪清河，或者说武魂殿少主千仞雪，阁下好手段。雪清河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双手背在身后，在剑斗罗前辈的眼皮底下隔空取物，甚至没有留下半分魂力波动的痕迹。若不是我这名手下对空间波动极其敏感，恐怕我也找不到阁下。在他身后的阴影中，隐约浮现出2道深不可测的气息，那是2名魂斗罗级别的蛇矛刺臀护卫。太子殿下不在拍卖场里陪命宗主喝茶，跑到这臭水沟里来堵我一个无名小卒，怎么看上我了？我眼神平静地看着他，没有丝毫被包围的慌乱。天斗帝国正是用人之际。雪清河走近2步，语气诚恳：阁下的能力，即便是在整个大陆也是凤毛麟角。如果阁下愿意效忠于我，金钱、地位、爵位，甚至修炼资源，我雪清河都可以满足你。这番招揽的话，他说的极其自然，那是长期上位者养成的伪善，但我这给他当狗没有任何兴趣。你能给我什么资源？我突然笑了，笑得有些放肆。你那只用来伪装的天鹅武魂，还是藏在天鹅皮囊底下那6只长着翅膀的鸟人本源？此话一出，整个巷子的空气瞬间凝固，雪清河脸上那层温和的面具咔嚓一声碎裂了，他的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眼神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杀机和惊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武魂殿那几个核心高层，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千仞雪的真实身份。眼前这个看起来比他还小的黑袍人是怎么看穿的？杀了他，不惜一切代价。雪清河的声音不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而是透着冰冷至极的女声：孙密，少主。阴影中，蛇挠斗罗和刺团斗罗瞬间暴起，2股魂斗罗级别的恐怖威压如同泰山压顶般朝我碾过来，是要将我瞬间绞杀。想杀人灭口，你们也得有这个牙口。我冷哼一声，50级的混沌魂力毫无保留的爆发，重力领域开，我一脚重重踏在青石板上，这是我从泰坦巨猿那里强行抽来的法则。呼，以我为中心，方圆30米内的空间重力瞬间暴增100倍，周围的墙壁和地面直接因为承受不住这股重压而寸寸皲裂。蛇矛和刺臀2大魂斗罗原本快如闪电的身形，在半空中猛地一沉，像是被2座无形的山岳压住，砰的一声双双跪倒在地，膝盖将坚硬的石板砸得粉碎。什么鬼东西？蛇矛斗罗惊怒交加，想要强行撑起身体，却发现体内的魂力在这股重压和一种诡异的灰色气息下，竟然运准滞涩。而我根本没有理会这2个护卫，空间折跃发动，直接出现在了雪清河的面前。他还没从重力领域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我那只覆盖着灰黑色凋零诅咒的手已经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放肆！雪清河毕竟是先天20级满魂力的绝顶天才，生死关头他再也顾不得隐藏。属于6翼天使的神圣金光从他体内轰然爆发，试图将我震开。那光芒温暖纯净，带着洗涤一切罪恶的压迫感，但他用错了对象。天使的神光对我来说，这可是最顶级的补品。我咧嘴一笑，不仅没有松手，反而将混沌碎界锤的吞噬印记直接贴在了他的胸口，撕拉，就像是滚烫的烙铁按在了冰块上。千仞雪那引以为傲、至高无上的6翼天使本源，在接触到碎锤的瞬间，竟然发出了畏惧的颤鸣。一股极其精纯的金色神光被碎锤的裂痕强行扯出他的体外，化作一条金色的光带，被我鲸吞般吸入体内。千仞雪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他那张伪装成雪清河的脸因为本源流失而痛苦的扭曲，金色的长发在风中狂舞。他能感觉到自己武魂中最核心的神
魂性正在被眼前这个怪物生生吃掉。住手！蛇矛和刺豚在重压下拼命嘶吼，双目赤红。吞噬微量6亿天使神圣本源，混沌碎界锤第5道裂痕修复30%，获得抗性，神圣免疫。我适时的松开了手，再吸下去，惊动的千道流那个老怪物就不划算了。我现在的实力还啃不动99级的极限斗罗。千仞雪脱力般跌坐在地，大口的喘着粗气。他捂着胸口，眼神中除了不可置信，还多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他看着我，就像在看着一尊比深渊还要恐怖的魔神。千仞雪，这只是一点利息。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手指在半空中把玩着那一缕被我扯出来的天使金光。你的伪装游戏继续玩你的，我对天斗帝国的皇位没兴趣，但记住，别来惹我，也别再派你这些废物狗来跟踪我。下次如果让我觉得饿，我会连你那6根翅膀一起拔下来烤了吃。说完，我没有理会那2个终于挣脱重力束缚、疯狂扑过来的斗罗。身后的空间裂缝张开，我向后倒退一步，整个人瞬间被黑暗吞没，只留下天斗城的这条死胡同里一片狼藉的废墟，以及坐在地上久久无法平静的武魂殿少主。这是唐三未来的腹敌，不，从今天起，他也是我圈养的高级口粮之一了。